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灵魂之境的经典著作——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黑塞，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名于世。他的作品常常像一把钥匙，打开我们内心深处那扇被尘世喧嚣掩盖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灵魂的真实模样。《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这本书就像是一座思想的宝库，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启迪。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故事，更是一面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镜子。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或许你会问，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让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阅读黑塞的作品时被深深震撼。他从黑塞对人类潜意识和精神追求的描绘中汲取灵感，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理论。荣格认为，黑塞的作品准确地捕捉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原型和集体无意识，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就像荣格一样，无数读者在《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中找到了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指引。那么，这本书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呢？它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在当今这个快节奏、充满压力和诱惑的社会中，我们常常迷失自我，陷入迷茫和困惑。而《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可以引导我们深入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它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内心的黑暗与光明，超越世俗的束缚，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自我实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本书的奇妙世界，深入探索其中的核心理念和重要观点。以纳尔齐斯，理性与精神的化身。纳尔齐斯是修道院中一位睿智而冷静的修士，他代表着理性、精神和禁欲主义。他就像一位深邃的思想者，沉浸在对宗教教义、哲学真理的探索之中。从理论原理角度来看，纳尔齐斯所体现的是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执着追求和对理性秩序的渴望。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就强调理性是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关键。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纳尔齐斯对宗教教义的钻研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对这种理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书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场景：纳尔齐斯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沉浸在古代典籍的世界里，周围是散发着陈旧气息的羊皮纸卷。他对戈尔德蒙说：“知识是神圣的，它是我们通向真理的阶梯。”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纳尔齐斯对知识的敬畏和对理性精神的崇尚。他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摆脱愚昧，接近上帝的智慧。对于我们而言，纳尔齐斯的这种精神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理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面对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时，需要像纳尔齐斯一样，保持冷静和理智，运用逻辑和分析能力去解决问题。例如，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们正是凭借着严谨的理性思维和不断的探索精神，才能够发现自然界的规律，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纳尔齐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也提醒着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享受，更要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各种物质欲望所驱使，忽略了内心的声音。而纳尔齐斯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来自于内心的宁静和对精神信仰的坚守。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冥想、艺术欣赏等方式来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戈尔德蒙，感性与生命的象征。与纳尔齐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尔德蒙，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热爱自由、追求感官享受的年轻人。他就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在广阔的世界中翱翔，感受着生命的律动和美好。从理论层面分析，戈尔德蒙所代表的是人类对感性体验的追求和对生命本能的释放。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帮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追求及时的满足和欲望的宣泄。戈尔德蒙的行为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本我的力量。他对爱情、艺术和冒险的渴望，都是他内心深处生命力的体现。书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戈尔德蒙在流浪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他被她的美貌和魅力所吸引，陷入了一场热烈的爱情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全身心地投入，感受着爱情的甜蜜和痛苦。这段经历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灵感。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现了戈尔德蒙对感性体验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对他人生的影响。对于我们来说，戈尔德蒙的精神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要学会适当的释放和表达。适度的感性体验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美好。比如，在旅行中，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在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此外，戈尔德蒙对自由的热爱也激励着我们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压力的束缚。他敢于离开修道院，踏上未知的旅程，去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这种勇气和决心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我们应该像戈尔德蒙一样，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去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3. 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二元对立与和谐统一。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之间既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又有着微妙的联系。从逻辑上分析，这种二元对立体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矛盾和挣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既有理性的声音，也有感性的呼唤，既有对精神信仰的追求，也有对世俗快乐的渴望。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就像是两个极端，将这两种力量分别放大，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在书中，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的相遇和交流，就像是一场灵魂的碰撞，他们彼此欣赏又相互质疑，在不断的对话和冲突中，逐渐理解了对方的世界观。例如，纳尔齐斯虽然对戈尔德蒙的放纵行为感到不满，但他也看到了戈尔德蒙身上那种纯粹的生命力和对美的独特感知。而戈尔德蒙虽然追求自由和感官享受，但他也在与纳尔齐斯的交往中，意识到了知识和精神的力量。这种二元对立最终走向了和谐统一。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和考验之后，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都实现了自我成长和超越。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同时也尊重和接纳了对方的选择。这种和谐统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即在理性和感性、精神和世俗之间找到平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从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在面对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时，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压抑或逃避，而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理解和接纳自己的不同需求。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可以通过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4. 书中经典案例与启示。1. 戈尔德蒙的流浪之旅。戈尔德蒙离开修道院后，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也收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感悟。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善良的农民、狡猾的商人、神秘的流浪者等等。这些经历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自由和生命的热爱。这个案例启示我们，人生的旅程充满了未知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探索这个广阔的世界。在旅途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从经历中汲取教训，不断地反思和成长。2. 纳尔齐斯的自我修行。纳尔齐斯在修道院中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他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追求精神上的升华。他通过阅读经典、冥想、祈祷等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但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自我修行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也是一条通往幸福和成功的道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修行，比如学习知识、培养兴趣爱好、锻炼身体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能够不断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3. 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的友谊。纳尔齐斯和戈尔德蒙虽然性格迥异，但他们之间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相互支持，在对方的人生道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这个案例启示我们，真正的友谊是无价的。在生活中，我们应该珍惜身边的朋友，用心去经营和维护友谊。朋友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对方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和鼓励。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包容朋友的不同之处，尊重他们的选择和价值观。纳尔齐斯与戈尔德蒙是一本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和深入思考的经典之作。它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和美好。它又像一位良师益友，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所传达的思想和理念，更在于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心深处的思考和感悟。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阅读这本书吧，让它成为你人生旅程中的指南针，指引你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要害怕面对内心的矛盾和冲突，
要勇敢的探索和发现自我。相信在黑塞的智慧引领下，你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分享给大家：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而纳尔奇斯与戈尔德蒙就是那盏照亮我们前行道路的明灯。让我们在这盏灯的指引下，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